短短24小时之内，俄罗斯对叙利亚极端分子袭击近100次，这真的逼急了俄罗斯吗？吃瓜不嫌事大，俄罗斯最近真的是遭遇了不少事儿。先是国内聚集游行，数千俄罗斯人纷纷走上街头，近40个城市都有人参与其中。虽然不比印度的数十万人，但是也不难想到，俄罗斯人口本就不多的情况下，俄罗斯这次参与人数比例也没有低到哪里去。而单就游行来说，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目的性，表达对上层领导者的不满，以人多势众来胁迫领导者按照俄罗斯这一次游行和美国似乎也有不小的牵连。美国大使馆甚至在俄罗斯游行前就披露了游行路线，这其中之意可就值得深思了。而这也是让俄罗斯积攒怒气的第一环，之后的第二环依然和美国脱不了干系。起先，美国在上任领导者特朗普的带领下，本就是跟打了鸡血似的，在世界上拼命的找存在感，也不断进行挑拨战争的行为。特别是在2020年的时候，各界真的是风云涌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管是中东纷乱也好，还是纳卡冲突也罢，亦或者是在拉达克持久不下的僵局，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可不少，更不用提3番2次才在俄罗斯防守线上蹦迪了。虽然俄罗斯也直接炮轰警告了，但是如今新任美国总统似乎有着对这越演越烈的想法，不仅在太平洋频频动作，在伊朗和土耳其之间更是不断拱火，和俄罗斯十分不对付的叙利亚极端分子之间也不是清清白白的，甚至在国际上很多人都已经默认了这就是美国在背后支持，所以俄罗斯也就开始了进一步的积攒怒火。再来这一次，叙利亚极端分子的再次挑衅，憋了一肚子火的俄罗斯就直接对其发动猛烈攻击。从英国《太阳报》的报道看，俄罗斯在24小时内起码发动了95次攻击，并且还有俄罗斯亲自公布的导弹坠毁极端分子的视频作证。从这次数中就能看得出来，俄罗斯确实是一肚子火。而且这一次引俄罗斯这么大火的由头究竟是什么呢？据悉，仅仅只是极端分子袭击了叙利亚的运输车部队，并且打死了4名叙利亚士兵，使10人受伤。从这里看，这和俄罗斯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关系，在这个极端组织此前在一次行动中炸死了一位俄罗斯少将，自此之后，俄罗斯就开始了正式对这个组织开始了强硬报复。当时那一晚，俄罗斯连续7天的轰炸真的是毁天灭地，让人看清了俄罗斯怒火的分量。而这一次，俄罗斯虽然不像那次一样，但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题发挥罢了。其一，对美国表达不满；其二，对国内示威游行实行警告；第三，还能再次对极端分子进行铲除，一举多得，玩的是一手好手段。有道是兔子急了也要咬人，更何况俄罗斯还是一头地地道道的毛熊。而且就像是普京在世界经济会议上说的一样，第3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的覆灭，也就是说俄罗斯不介意直接毁灭世界。再反过来说到中国，某些人自己心里清楚，真要打起来了，中国也不是没得选。近日，印度媒体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中心思想就是印度最新测试的新一代阿卡什导弹能够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吗？而且其中印媒甚至不敢和中国相比，只能拿巴基斯坦凑数，表示这种导弹或许可以引起印巴之间的核战争，甚至还表示对此巴基斯坦或许和印度开启新一轮的装备比拼。先说这个消息究竟有多少槽可吐的。第一，印度这个导弹究竟是什么神仙，竟然还能引起印巴之间的核战争？印度真的没有在做梦吗？第二，为什么巴基斯坦为了这么个导弹就要和印度开启新一轮的装备竞赛？第三，印度为什么不和中国比一比？首先第一点，阿卡什导弹是印度自主研究的多层防空系统，配备了 AESA 多功能雷达，拥有搜索、跟踪、火控3种不同的功能，还可以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并且锁定目标实施拦截。与早前的阿卡什相比，新一代拥有绝佳的精准度，这一点也被印度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精准度。就这样一个导弹，为什么印度会说它可以引起印巴之间的核战争呢？据了解，新一代导弹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2层防御系统，一层从大气层外拦截，一个在进入大气层后，导弹开始下降时拦截，双重保障。而这一次拦截测试中，新一代的阿卡什成功拦截的是一个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而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好在这方面已经有点竞争的苗头。
而且巴基斯坦在核武器的研究上比印度更胜一筹，所以这一次印度能够拦截核武器的导弹一出，可能巴基斯坦就着急了。这对印度来说，那就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其次就是第二，阿卡什导弹的成功对印度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同时，他们也认为，看到印度这么厉害，巴基斯坦会加紧研制更多的核武装备，因为印度还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为此，印媒还举例说明了为什么这个观点，因为当年美国和苏联就是这样进行比拼竞赛的，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当初的美国正是如此。说到这里，笔者就忍不住想要吐槽了，印度这是个什么奇葩想法？就一个防空导弹，竟然还能联想出这么多事情。看来印度祖传脑洞大开技能，真不仅仅只是体现在超级大国上，还能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最后第三点就比较好理解了，起码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知道现在这样的导弹还不能和中国相比，就算比了也只能比究竟还差多少而已。毕竟不说东风系列导弹，就说红旗系列的防空导弹，印度也不一定能比得上。据央视新闻报道，中核集团于1月30日上午宣布，国产华龙1号全球首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从具备发电能力到正式投入商运，只花了2个月时间。据官方报道，2020年11月27日，华龙1号首次并网具备发电能力。到今天正式投入商运不过2个月时间而已。在这期间，华龙1号全球首堆经历了严苛的考验，完成了大量的测试。华龙1号全球首堆并网后，进行了包括30%、50%、80%在内的等各功率平台的一系列调试实验。2021年1月21日，华龙1号首次达到满功率运行，其中包括满功率平台52项试验和168小时连续满功率运行考核，最终在华龙1号福建福兴核电5号机组圆满完成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后，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华龙1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对我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核电是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而华龙1号核电机组的建成，带动了核电产业链的发展以及大量相关技术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它促进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尤其是在我国制造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提供了强大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华龙1号是当前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3代核电机型之一，在我国核电研究、设计、建造和运行等经验基础上，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据官方介绍，它的寿命为60年，反应堆采用177堆芯设计，化料周期18月。此外，它采用的动能和非动能相结合安全系统及双层安全可等技术，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华龙1号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88%，因此完全具备批量化建设能力。再说回主题，华龙1号对我国意味着什么？说具体点，一方面，华龙1号每台机组每年可发电量1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减少大气碳排放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华龙1号推进了中国在核电技术上的发展，它的这一运行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在3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这对我国实现核电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核工程董事长徐鹏飞说，中国是继美国、俄罗斯、法国后能够独立自主建造3代核电技术的国家，同时他认为这是中国从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一个非常好的台阶。总而言之，在我国技术人员的刻苦钻研下，中国核电技术正在拔高，甚至打破国外垄断局面。华龙1号对我国2025计划减少在包括电力供应在内的关键科技领域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是一个关键的目标。